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混不下去才滚回来的吧？同学会上，初恋丈夫极尽嘲讽，更逼其敬酒。隐忍的陈阳默然冷对：“你知道新来的书记吗？”平静话语如惊雷乍起，他究竟是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10年前的白杨镇，天空总是很蓝，阳光下的槐树叶绿得发亮。陈阳喜欢骑着他那辆半旧的28自行车，穿过镇上唯一的那条水泥路。车后座上偶尔会坐着笑声如银铃的夏梦。那时的陈阳是学校里成绩拔尖的优等生，眉宇间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而夏梦是班里最文静也最爱笑的女孩。2条乌黑的辫子随着单车的颠簸在肩后轻轻晃动。他们曾一起在镇外的河堤上看来来往往的运沙船，讨论着遥不可及的未来。陈阳，你说我们以后会去大城市吗？夏梦歪着头，眼睛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肯定会。陈阳语气坚定，我要考最好的大学，然后带你去看更大的世界。夏梦便会甜甜地笑起来，阳光洒在她年轻的脸庞上，美好的像一幅画。他们的情愫如同初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不染尘埃，没有海誓山盟，只有默默的陪伴和心照不宣的约定。他会把省下来的早饭钱给他买最新一期的萌芽，他会把自己精心整理的课堂笔记悄悄塞进他的书包。那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承载了他们最纯真烂漫的青春时光，也见证了他们之间那份朦胧而美好的初恋。高考像一道分水岭，将他们分向了不同的远方。陈阳考入了1线城市的重点大学，夏梦则留在了省内的一所师范学院。最初的几个月，他们还保持着书信往来，诉说着各自大学生活的新奇与对彼此的思念。但渐渐的，随着距离的拉远和各自生活的展开，信件越来越少，字迹也越来越潦草。最后一次收到夏梦的信，是他说他交了新的朋友，生活很充实。陈阳读懂了那份客气和疏离，默默地将信收好，也收起了那段青涩的过往。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业和后来的工作中。白杨镇和那个槐树下爱笑的女孩，成了他心底一个温柔而遥远的旧梦。1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翩翩少年如今已过而立，眉眼间多了几分风霜，眼神却依旧清澈。初夏的风带着熟悉的泥土芬芳，吹拂在陈阳的脸上。他骑着一辆看起来有些年头的自行车，慢慢悠悠地驶入了白杨镇的界碑。10年了，他终于还是回来了。自行车是他在县城旧货市场淘来的，花了不到100块钱。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还好。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棉布衬衫和一条普通的牛仔裤，背上是一个简单的双肩包，看起来和镇上那些普通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没有人知道他这10年在外经历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白杨镇的变化不大，依旧是那条主街，两旁的店铺多了些新的招牌，但整体格局还是老样子。路边，几个老人正坐在槐树下乘凉下棋，看到陈阳这个陌生面孔，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陈阳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骑着车在镇上漫无目的的转悠。他路过了当年的中学，校门口的铁门锈迹斑斑，但操场上传来的篮球声依旧充满了活力。他路过了那条曾经和夏梦一起散步的河堤，河水依旧缓缓流淌，只是岸边的野草长得更高了。
他的老家在镇子东头，是一栋有些年头的2层小楼。父母早已搬去县城和弟弟同住，这里便一直空着。陈阳在门口停下车，拿出钥匙打开了久违的家门，一股淡淡的霉味和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放下背包，开始动手打扫。接下来的几天，陈阳的生活很简单。白天，他会把屋子内外都清扫一遍，修缮一些破损的门窗。傍晚，他会骑着那辆自行车去镇上的菜市场买点菜，自己做顿简单的晚饭。他深居简出，很少和外人交流。镇上的人只知道老陈家那个当年考出去的大学生回来了，看起来似乎混得不怎么样。毕竟这个年代，衣锦还乡的哪个不是开着小车，前呼后拥？像陈阳这样骑个破自行车，穿着朴素低调的近乎落魄的，实属罕见。于是一些闲言碎语便在镇上传开了。听说了吗？老陈家的大儿子回来了，就是当年考上名牌大学那个回来了。那肯定是外面混不下去了呗，不然谁乐意回这小地方？可不是吗？听说还是骑自行车回来的，真够寒酸的。这些议论，陈阳或多或少也听到了一些，但他只是置之一笑，并不在意。他有他回来的理由，也有他自己的计划，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他享受这份久违的宁静，也习惯了用平静的心态面对外界的纷扰。这天下午，陈阳骑着自行车去镇西边的一个五金店买些工具。路过镇中心的小广场时，他看到前面围着一群人，似乎在看什么热闹。他本不想凑热闹，但目光不经意间一瞥，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夏梦。她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烫成了时髦的卷发，正站在人群中和一个卖水果的摊贩理论着什么。他的身旁站着一个身材微胖、戴着金项链、手上夹着包的男人，正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摊贩。陈阳的心轻轻地颤动了一下。10年不见，他变了许多。曾经的清纯和文静被成熟和一丝市侩所取代，但那眉眼间的轮廓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他下意识地想避开，但已经来不及了。夏梦也看到了他，先是一愣，随即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复杂的神色。陈阳，他有些不确定地叫了一声。陈阳只好停下自行车，冲他点了点头，挤出一个略显生硬的微笑。夏梦，好久不见。站在夏梦身边的那个男人上下打量了陈阳一番，特别是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嘴角撇了撇，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这位是？男人用下巴指了指陈阳，问夏梦：“哦，这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学陈阳。”夏梦介绍道，语气有些不太自然。陈阳，这是我爱人王浩，你好。陈阳礼貌性地伸出手，王浩却没有伸手，只是鼻子里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陈阳的自行车上，然后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道：“哟，陈阳是吧？这就是你现在的座驾啊，挺别致啊。现在都流行复古风了。”这话里的嘲讽意味，傻子都听得出来。夏梦的脸色有些尴尬，轻轻拉了一下王浩的衣袖。陈阳却像是没听懂一般，依旧面带微笑：“还好，代步而已。镇上骑自行车方便，方便是方便，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挡风遮雨啊。”王浩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兄弟，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在骑这种老古董？是不是在外面发展不太顺利，回老家体验生活来了？”夏梦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嗔怪地瞪了王浩一眼：“你胡说什么呢？
然后他转向陈阳，勉强笑道：“陈阳，你别介意，他这人就喜欢开玩笑，没事。”陈阳的笑容依旧淡淡的。我确实刚回来不久，很多事情还没安顿好，他不想过多解释，也觉得没有必要。王浩见陈阳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似乎觉得有些无趣，便对夏梦说道：“行了行了，水果不买了，晦气，回家。”说完，也不等夏梦回应，便自顾自地转身走了。夏梦有些歉意地看了陈阳一眼，低声说了句：“陈阳，我先走了，有空再聊。”然后便匆匆跟上了王浩的脚步。陈阳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王浩嘴里似乎还在和夏梦抱怨着什么，他轻轻摇了摇头，跨上自行车，继续往五金店的方向骑去。心中的那一点点波澜很快便平复了。他知道，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真的回不去了。与其沉湎于过去，不如着眼于当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日子一天天过去，陈阳依旧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偶尔去镇上的图书馆看看书，或者去周边的村子转转，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关于他和夏梦、王浩在广场上那次不太愉快的相遇，很快便在镇上传开了各种版本。有人说陈阳死皮赖脸想纠缠夏梦，被王浩当场教训了；有人说夏梦嫌贫爱富，看到陈阳落魄了，就假装不认识。陈阳对这些流言蜚语一概不予理会。这天傍晚，他刚吃过晚饭，正准备看会书，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喂，你好，是陈阳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略显熟悉，但又有些想不起来是谁的声音。我是，请问您是？哈哈，我是张强啊，你高中的同桌，不记得了？对方爽朗地笑道。张强。陈阳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终于想起了那个戴着眼镜，有些微胖，但为人很热情的同桌。哦，张强啊，想起来了，你好你好。陈阳也笑了起来，真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我也是刚听说你回来了，特地找人要了你的号码。张强说道。怎么样，老同学，回来发展了？算是吧。陈阳含糊地应了一句。那正好。张强立刻接话道，我们这帮老同学正商量着搞个同学聚会呢，就在这周六晚上，镇上的聚贤楼，你可一定要来啊。同学聚会。陈阳微微皱了皱眉，他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场合，尤其是想到可能会再次遇到夏梦和王浩。这个，我最近可能有点忙。陈阳想找个借口推辞。哎，别啊！张强立刻打断他，都10年没见了，有什么事能比老同学见面还重要？大家都很想你呢，而且夏梦他们也会来哦。张强特意在夏梦他们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带着一丝促狭的笑意。陈阳沉默了，他知道张强是好意，而且正如张强所说，10年了，有些同学确实也想见一见。至于夏梦和王浩，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便是。那好吧，陈阳松了口。周六晚上是吧？我会准时到的。太好了，张强高兴地说道。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到时候我再联系你。挂了电话，陈阳轻轻叹了口气，有些事情终究是躲不过的，既然躲不过，那就坦然面对吧。他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眼神变得深邃起来。或许去参加同学聚会也不是一件坏事。周六傍晚，陈阳依旧是那身朴素的打扮，骑着他那辆自行车来到了聚贤楼饭庄。
聚贤楼是白杨镇上档次最高的饭店了，门口停了不少小轿车，其中不乏一些不错的品牌。陈阳把自行车停在角落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锁好，然后走进了饭店，报了包厢名字。服务员将他引到了2楼一个大包间，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喧闹声、谈笑声、碰杯声混杂在一起，热火朝天。哟，陈阳来了！眼尖的张强第一个发现了他，立刻起身热情的招呼。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了过来，带着各种审视、好奇和一丝难以言说的意味。快来快来，就等你了！张强拉着陈阳，把他按在了一个空位上。各位老同学，好久不见。陈阳微笑着和众人打了个招呼。可不是吗？陈大才子毕业后就没影了，今天可算把你盼来了。一个当年很活跃的男生打趣道：是啊是啊，听说你在大城市发大财了，怎么也不回来关照关照我们这些穷哥们。各种寒暄和玩笑纷至沓来，陈阳只是微笑着一一应付，并不多言。他看到了夏梦，他和王浩坐在一起，王浩正唾沫横飞地和旁边的人吹嘘着什么，夏梦则低着头，偶尔附和一笑，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当陈阳的目光和夏梦不经意间对上时，夏梦迅速地避开了，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王浩也注意到了陈阳，他上下打量了陈阳一番，见他还是那副穷酸打扮，嘴角不由得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哟，这不是陈阳吗？王浩故意提高了嗓门，阴阳怪气地说道：我还以为你今天会开个劳斯莱斯来呢，怎么还是那副老样子啊？他身旁的人发出一阵哄笑。王浩，你少说两句。张强皱了皱眉，有些不满地说道：我说的不是实话吗？王浩摊了摊手，一脸无辜。陈阳当年可是我们学校的状元，大家对他期望都很高嘛，结果呢，混了10年，还是灰溜溜的骑着个破自行车回老家了。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啊！夏梦的脸涨得通红，低声道：你能不能别说了？王浩却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得意起来。怎么，我说错了吗？他要是在外面混得好，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是工作也丢了，钱也花光了，实在没办法了才滚回来的吧。包厢里的气氛顿时有些尴尬，有些同学低头不语，有些则幸灾乐祸地看着陈阳，想看他如何应对。陈阳的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微笑，仿佛王浩说的不是他一样。他端起面前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内心深处却是一声冷笑。这种拙劣的挑衅，在他看来实在是不值一提。他今天来是为了见见那些真正值得一见的老同学，不是为了和这种人一般见识。王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陈阳回来发展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你没必要这么说人家。一个女生有些看不过去，开口说道：就是，同学聚会，大家开心就好，别搞得跟批斗大会似的。也有人附和道。王浩见状，撇了撇嘴，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但眼神中的轻蔑和得意却丝毫未减。他觉得陈阳的沉默就是默认了自己的失败。接下来的时间，众人开始推杯换盏，聊起了各自的工作、家庭和生活。有人在体制内平步青云，有人下海经商，小有成就，也有人依旧在为生计奔波。陈阳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有人问起他的情况，他也只是含糊的几句带过，说自己刚回来，还在看机会。这种低调和模糊，在王浩看来
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他越发觉得陈阳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包厢里的气氛在酒精的催化下变得更加热烈而躁动。王浩喝了不少酒，脸涨得通红，说话也更加肆无忌惮。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这场聚会的中心人物，不停地吹嘘着自己生意做得多大，人脉有多广，仿佛整个白杨镇都得看他的脸色。夏梦几次想阻止他，都被他不耐烦地推开了。她看着丈夫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又看了看角落里沉默不语的陈阳，心中百感交集，既有对丈夫的失望，也有对陈阳的一丝莫名的愧疚。就在这时，王浩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陈阳面前。他居高临下地看着陈阳，脸上带着醉醺醺的狞笑。陈阳啊，他拖长了语调，带着一股浓浓的酒气，你看，今天到场的同学，哪个不比你混得好？大家伙儿都这么给面子，你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啊？陈阳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你想让我表示什么？简单。王浩打了个酒嗝，用手指着自己，给我，还有给夏梦，恭恭敬敬地敬杯酒，说几句好听的，祝我们夫妻恩爱，生意兴隆。你要是说得好，让我高兴了，说不定我还能发发善心，给你在我的公司里安排个看大门的活干干，总比你现在这样强吧。王浩的话充满了赤裸裸的羞辱和嘲笑。包厢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陈阳，等待着他的反应。张强想要上前解围，却被旁边的人拉住了。夏梦的脸色煞白，她想开口，却发现自己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看着陈阳，眼神中充满了祈求和无助。陈阳的目光从夏梦苍白的脸上扫过，然后落回到王浩那张得意洋洋的脸上。他的眼神依旧平静，但平静之下却似乎有寒冰在凝聚。他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让我给你敬酒。陈阳的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但那弧度里却带着一丝冰冷的寒意。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王浩，陈阳缓缓开口，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知道白杨镇新来的那位书记吗？王浩被陈阳这突如其来没头没脑的一句话问得一愣，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有些迷茫地看着陈阳。新来的书记？什么新来的书记？随即他像是明白了什么，嗤笑一声，不屑地说道，新来的书记又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还是你家亲戚？我告诉你，陈阳，别在这跟我装神弄鬼，转移话题。我管他什么书记不书记的，今天你这杯酒是敬也得敬，不敬也得敬。王浩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带着一丝威胁的意味，不然别怪我不给老同学面子，让你在白杨镇待不下去。他以为陈阳是被逼急了，胡言乱语，想拿个什么不相干的人来吓唬他。一个小小的书记，在他王浩眼里又能算得了什么？陈阳看着王浩那副有恃无恐的蠢样，眼神中的寒意更盛。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王浩，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王浩被他看得有些发毛，正要再次发作，就在这时，包厢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砰的一声推开了。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神情严肃的男人快步走了进来。为首的那个男人大约40多岁，国字脸，目光锐利，身上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他扫视了一眼包厢内的众人，最后目光停留在了陈阳身上，然后
他快步走到陈阳面前，微微躬身，语气恭敬，却又带着一丝焦急地说道：“陈先生，您怎么会在这里？让您久等了。周书记那边已经催过几次，请您尽快过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当面向您汇报和请示。”这话一出，整个包厢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尤其是王浩，他脸上的嚣张和得意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法置信的惊愕和一丝正在迅速蔓延的恐惧。包厢内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刚才还喧嚣鼎沸的场面，此刻静得能听到彼此有些粗重的呼吸声。王浩脸上的肌肉僵硬地抽搐着，那句嚣张的“我管他什么书记不书记”的仿佛还卡在他的喉咙里，不上不下，让他憋得满脸通红。但这次不再是酒意，而是惊惧。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陈阳和那个突然闯入自称陈先生下属的黑衣男子身上。陈先生，王浩的声音干涩的像是被砂纸磨过，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那个被他一直视作落魄无能，可以随意践踏的陈阳，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别人口中恭敬的陈先生，而且还和那位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新任周书记扯上了关系？听这口气，似乎还是周书记在等着他。这反转来得太快，太猛烈，像一记无形的耳光，狠狠扇在了王浩的脸上，也扇在了包厢里所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人的心上。为首的那位黑衣男子，我们暂且称他为李助理，他并没有理会王浩的失态，只是微微侧身，对着陈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陈先生，车已经在楼下备好。周书记说，关于白杨镇未来5年生态农业发展规划的几个关键节点，还需要您亲自拍板定夺。李助理的语气依旧恭敬，但话语间透出的信息量却足以让在场众人再次心惊。生态农业发展规划、5年规划、亲自拍板定夺，这些词汇从任何一个角度听，都与一个混不下去才回老家的失败者形象格格不入。陈阳缓缓站起身，他看了一眼手表，然后对李助理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让周书记稍等片刻，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就过去。他的语气平静如常，仿佛刚才那场闹剧与他无关，仿佛他此刻的身份转换也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李助理躬身道：“好的，陈先生，那我们就在外面等您。”说完，他便带着其他几位黑衣人训练有素地退出了包厢，轻轻带上了门。门关上的那一刻，包厢内死一般的寂静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压抑不住的倒吸冷气声和窃窃私语。天啊，我没听错吧？陈阳他，周书记，那可是咱们市里新调来的那位。生态农业，这手笔可不小啊。王浩的腿肚子有些发软，他几乎站立不稳，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招惹了一个他完全招惹不起的人物。他想起了自己刚才那些嚣张跋扈的言语，那些对陈阳极尽羞辱的举动，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夏梦的脸色也是一片煞白，他怔怔地看着陈阳，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困惑，还有一丝难以名状的悔恨。他想起了10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那个说要带他去看更大世界的陈阳。原来他并没有被岁月磨平棱角，他只是将锋芒内敛，等待着一鸣惊人的时刻。
而自己和自己的丈夫却像两个愚蠢的小丑，在她面前上演了一出何其可笑的闹剧。陈阳的目光淡淡的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面如死灰的王浩身上。他没有愤怒，没有嘲讽，甚至没有一丝得意，他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却让王浩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王总，陈阳开口了，声音依旧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刚才那杯酒，我还用敬吗？王浩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的酒意早已被惊吓驱散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满心的惶恐和绝望。敬酒？他现在哪里还敢让陈阳敬酒？他不跪下来给陈阳磕头赔罪，就已经算是胆子大了。陈阳，不，陈先生。王浩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误会，都是误会，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是人，我给您赔罪，我给您赔罪。说着，他竟然真的想弯下腰去，陈阳却微微向后退了一步，避开了他的动作。王总言重了。陈阳的语气依旧平淡，同学一场，不必如此。他越是这样平静，王浩心中就越是恐惧。他宁愿陈阳现在痛骂他一顿，甚至打他一顿，也比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要好受，因为这代表着陈阳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陈先生，您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了。王浩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刚才喝多了，胡言乱语，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周围的同学也纷纷回过神来，开始七嘴八舌的打圆场。是啊，陈阳，王浩他就是喝多了，你别跟他计较，大家都是老同学，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场误会而已。张强也走过来，拍了拍陈阳的肩膀，低声说道：陈阳，差不多就行了，给他个台阶下吧。陈阳看了一眼张强，微微点了点头。他本就没想过要仗势欺人，更没想过要在这种场合耀武扬威。他之所以点出新书记，只是不想再忍受王浩那无休止的挑衅和羞辱。至于王浩的结局如何，自由他自己的行为来决定。时间不早了，周书记还在等我，我就先失陪了。陈阳对着众人说道：各位慢用。说完，他便转身从容地走出了包厢。他没有再看王浩一眼，也没有再和夏梦有任何眼神交流，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与他无关的闹剧。陈阳离开后，包厢里的气氛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小心翼翼地开口：这张强，你可真行啊！陈阳现在这么厉害，你怎么不早说啊？张强苦笑一声：我哪知道啊，我只知道他回来了，具体做什么他也没细说，我也就没多问。我的天，这陈阳藏的也太深了吧，何止是深啊，简直就是深不可测。刚才王浩那样子，真是啧。议论声此起彼伏，所有人的话题都围绕着陈阳和他那神秘的身份，而王浩则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瘫坐在椅子上，面如土色。他知道自己这次恐怕是踢到铁板了，而且还是那种能把他砸得粉身碎骨的铁板。夏梦默默地看着失魂落魄的丈夫，心中五味杂陈。她没有去安慰他，因为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她只是在想，如果当初他没有和陈阳分开，如果刚才他能勇敢地站出来替陈阳说几句话，如果，可惜人生没有如果。这场同学聚会最终在一种极其尴尬和微妙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关于陈阳的真实身份，关于他与新任周书记的关系，关于他即将为白杨镇带来的那个生态农业发展规划，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在小小的白杨镇上传播开来。各种猜测和版本层出不穷，但核心内容都指向一点：当年那个默默无闻的陈阳，如今已经是一个他们需要仰望的存在。王浩回到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人脉去打探陈阳和周书记的具体情况，但得到的回应要么是语焉不详，要么是讳莫如深。那些平日里和他称兄道弟，酒桌上拍着胸脯说有事尽管开口的朋友，此刻都像是躲瘟神一样躲着他。他这才明白，他以往所倚仗的那些所谓人脉和面子，在真正的实力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夏梦看着丈夫颓废的样子，心中充满了失望。她想起了陈阳在聚会上那份从容淡定，那种不卑不亢的气度，两相比较，高下立判。王浩，夏梦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也许我们真的做错了。王浩猛地抬起头，眼中布满了血丝。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想让我怎么样？去给陈阳下跪道歉吗？我不是那个意思。夏梦摇了摇头，我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用那种态度去对待别人，更不应该用自己的标准去随意评判和嘲笑别人。王浩沉默了，他无力反驳，因为他知道夏梦说的是对的，只是这个道理他明白得太晚了。陈阳并没有将同学聚会上的那段插曲放在心上，对他而言，那不过是他漫长人生中的一个小浪花而已。他这次回到白杨镇，确实是有着更重要的使命。正如李助理所言，他正在主导一项关于白杨镇未来5年生态农业发展的规划。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他筹备已久的一个项目。10年前，他离开白杨镇去大城市求学，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一些机遇，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但他心中始终牵挂着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他看到过太多农村因为盲目发展而导致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的例子。他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于是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组建了专业的团队，针对白杨镇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现有资源，量身打造了这个生态农业发展项目。项目旨在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发展绿色有机种植和养殖，同时结合乡村旅游和农产品深加工，打造一个集生产、观光、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农业示范区。这个项目不仅能为白杨镇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更能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品质。新上任的周书记是一位思想开明、务实肯干的领导，他早年也曾在基层工作过，深知农村发展的不易。当陈阳带着他的项目规划找到市政府时，周书记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项目对于白杨镇乃至整个地区的巨大价值。两人一拍即合，周书记承诺，政府方面会全力支持和配合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和行政便利，而陈阳则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和主要投资方，全面主导项目的规划和运营。他这次骑着自行车，穿着朴素的回到白杨镇，并非刻意微服私访，而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喜欢深入一线，
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了解最真实的情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最接地气、最符合实际的决策。他拜访过村里的老农，了解他们的种植习惯和遇到的困难。他考察过镇上的小型农产品加工厂，分析他们的优势和不足。他甚至亲自下到田间地头，查看土壤和水源的情况。这些都是在豪华的办公室里无法得到的。与周书记的会面很顺利，他们就项目推进的几个关键问题达成了共识。周书记对陈阳这种亲力亲为、深入调研的工作作风表示了高度赞赏，并表示会亲自督办，确保项目各项配套措施能够及时落实。从市政府出来后，陈阳并没有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去了白杨镇的中学，找到了当年的班主任李老师。李老师已经退休了，但精神矍铄。看到陈阳，李老师非常高兴，拉着他聊了很久。陈阳向李老师表达了自己想为母校设立一个奖学金和助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的想法。李老师听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有出息了，还不忘回报家乡，回报母校。”陈阳又去了镇上的敬老院，看望了那里的孤寡老人，并以个人名义捐赠了一批生活物资和医疗设备。他做的都很低调，没有通知任何媒体，也没有刻意宣扬。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他力所能及，也应该做的事情。他希望自己带给家乡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更有人文上的关怀和温暖。他的这些举动虽然没有大张旗鼓，但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慢慢的在白杨镇上传开了。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曾经被他们误解和嘲笑的年轻人。原来他不是落魄而归，而是满载着希望和善意，衣锦还乡。只是他的锦并非穿在身上的绫罗绸缎，而是那份改变家乡面貌的宏伟蓝图和一颗回馈桑梓的赤诚之心。王浩的生意果不其然地受到了影响，并非陈阳或周书记暗中施压，而是他平日里的所作所为，早已为今日的困境埋下了伏笔。以前白杨镇圈子小，一些小的供应商或者合作伙伴碍于王浩在当地营造的不好惹的形象，或是看在他偶尔能通过一些手段搞定些小麻烦的份上，会对他的一些不规范操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随着陈阳这样重量级人物的到来，以及周书记对白杨镇发展的高度重视，整个镇子的商业环境和政务环境都在悄然发生变化。大家开始更加注重规范、诚信和长远发展。王浩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一些之前和他合作的商家开始找各种理由疏远他，一些他平日里得罪过的人也开始对他冷眼相看。他的贸易公司订单锐减，资金周转也开始出现问题。焦头烂额的王浩第一次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开始整日酗酒，喝醉了就回家冲夏梦发脾气，抱怨老天不公，抱怨陈阳毁了他的前程。夏梦默默地忍受着，心中却愈发悲凉。他知道毁掉王浩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那膨胀的虚荣心和扭曲的价值观。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这段曾经让他以为是幸福港湾的婚姻，如今看来更像是一个华丽的囚笼。同学们对陈阳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一些在聚会上对陈阳冷嘲热讽或者漠不关心的人，开始想方设法地打探陈阳的联系方式，试图和他攀上关系，希望能从他那个大项目中分一杯羹。陈阳对此一概婉拒，他明确表示，项目的所有合作都会通过公开招标和公平竞争的方式进行，他不会因为私人关系而徇私。他的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反而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只有张强依旧像以前一样，偶尔会给陈阳打个电话，聊聊家常，问问他项目进展如何，从不提任何非分的要求。陈阳也乐于和他保持这种单纯的同学情谊。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能在自己落魄之时依旧把自己当朋友的人，才值得真心相待。日子在忙碌而充实中一天天过去，陈阳的生态农业项目在各方的支持下稳步推进。奠基仪式那天，市里和县里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了，场面盛大而隆重。陈阳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在仪式上发表了简短而精彩的演讲。他没有过多渲染项目的经济前景，而是将重点放在了项目的生态效益和社会责任上。他说，我们不仅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白杨镇的天更蓝，水更清，人民的生活更幸福。他的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热烈的掌声。夏梦也带着孩子，远远地站在人群中，看着台上那个神采飞扬的陈阳。阳光下，他的身影显得那样挺拔而耀眼。他仿佛又看到了10年前那个在河堤上意气风发地对他说，我要带你去看更大世界的少年。只是如今的他已经站在了一个他需要仰望的高度。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落寞，但更多的是释然。他知道他们之间早已错过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修行。转眼间1年过去了，陈阳的生态农业示范区初具规模，连片的现代化温室大棚拔地而起，绿油油的有机蔬菜长势喜人。新建的观光走廊和体验农场吸引了不少周边的游客，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也从外地回来，加入了这个项目，成了新时代的农业工人，收入比以前在外打工时高了不少，还能照顾到家里。白杨镇因为这个项目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这天是镇上小学的一次开放日活动，陈阳作为陈阳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设立者，受邀参加。他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着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脸，心中充满了欣慰。活动间隙，他独自一人走到学校后山那片曾经熟悉的槐树林，初夏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他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那个骑着自行车载着夏梦穿梭在这片林间的午后。陈阳，一个有些迟疑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陈阳转过身，看到了夏梦。他穿着朴素的教师职业装，手中抱着一叠作业本，看起来比以前憔悴了一些，但眼神却比以前平静了许多。夏老师，陈阳微笑着点了点头。他知道夏梦在这所小学当老师，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夏梦的脸上露出一丝略显局促的笑容。你是来参加学校活动的吧？来看看孩子们，陈阳说道。两人一时有些相对无言，气氛略显尴尬。陈阳，夏梦深吸一口气，像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以前的事情，对不起。
他的声音很轻，但语气却很真诚。我和王浩，我们那时候说了些很过分的话，做了些很过分的事，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陈阳静静地看着他，眼神温和。都过去了，夏梦，他轻声说道。我没有放在心上，他确实没有。对他而言，那些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段小插曲，早已翻篇。谢谢你，夏梦的眼圈有些发红。也谢谢你为白杨镇做了这么多，这是我应该做的。陈阳说道。这里是我的家乡，王浩他。夏梦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他现在在一家小工厂打工，人也老实多了。他说他知道错了，想找机会当面跟你道歉，但一直没好意思。陈阳闻言只是淡淡一笑，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只要他能踏踏实实做人，比什么都重要。他并不需要王浩的道歉，他只希望那段经历能让王浩真正吸取教训。夏梦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你现在还好吗？陈阳看着他问了一句。我挺好的。夏梦勉强笑了笑。教书带孩子虽然平淡，但也充实。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和王浩已经分开了。陈阳微微有些讶异，但并没有多问，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无权智慧。希望你以后能幸福。陈阳真诚地说道。谢谢。夏梦的眼中泛起泪光。你也是。两人又聊了几句关于学校和孩子们的事情，然后便各自道别。看着夏梦远去的背影，陈阳心中没有了年少时的悸动，也没有了重逢时的波澜，只剩下一种淡淡的释然和对故人的祝福。旧梦已逝，但生活总要前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都有自己要追寻的幸福。又过了2年，陈阳的生态农业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白杨镇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示范镇。不仅环境优美，百姓富足，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曾经那些喜欢搬弄是非、闲言碎语的人，如今都忙着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或是参与到各种社区公益活动中。陈阳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他又开始着手规划白杨镇的文化建设和教育提升项目。他希望自己的家乡不仅能成为物质上的富裕之地，更能成为精神上的文明高地。他依旧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白杨镇，和当地的百姓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很少提及自己过往的成就和财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为了家乡发展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戴。至于他的个人情感，似乎依旧是一片空白，也有不少热心人想为他介绍对象，其中不乏一些年轻漂亮、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但陈阳都只是微笑着婉拒了。他说，他现在更想把精力放在家乡的建设上。或许，在他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深沉的爱，已经超越了对个人情感的期盼，或者他只是在等待一个真正能与他灵魂契合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不期而遇。一个晴朗的秋日，陈阳再次骑上了他那辆略显陈旧的自行车，沿着新修的柏油路，在白杨镇的田野间缓缓骑行。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果园里瓜果飘香，远处是青山如黛，碧空如洗。孩子们在田埂上嬉笑追逐，老人们在村口的广场上悠闲地拉着家常，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陈阳的脸上露出了欣慰而满足的笑容。他想起了10多年前
那个骑着单车载着心爱女孩的青涩少年，想起了他曾经对这片土地许下的诺言。如今青山依旧，初心不改，他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当年的梦想，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许这便是最好的结局。他的人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只需要忠于自己的内心，活出自己的精彩。阳光温暖地洒在他的身上，前方的路还很长，但他的心中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